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军官造型惊艳亮相，合约到期后下一步会是什么？肖战又一次摔碎了网友的眼球，但这一回他不仅仅靠脸吃饭，连带着江湖风云、签约变局、军装造型一起端上桌，成了娱乐圈的顶级大盘，把粉丝、吃瓜群众甚至路人甲乙都勾得不亦乐乎。你还别说，肖战这波操作活脱脱像段子手进了时装周，既会出圈又会赚钱，关键还自带反转悬疑。哪怕你不追剧，都得感叹一句：这小伙是真能整活儿。2024年娱乐圈网红话题榜，如果肖战不是前3，那我直播倒立喝雪碧。先甭说他演技几斤几两，人气这波是妥妥顶流中的顶流。可今年这热闹比东北大集还乱，肖战不是在古装剧里征战沙场，就是在军装剧里穿梭谍影，要么新歌突然空降，要么又和经纪公司分家赚的有鼻子有眼。3天2头一个热搜，搞得粉圈媒体混战一片。不知你注意没有，他5年前录的《力量之光》愣是这几天阴差阳错就给解封上线了。和公司合约到期的传闻还巧的就像宫斗剧的大结局，这都什么操作？肖战的命运是不是也像那些选秀偶像，出道靠玄学，上岸靠机缘？但等等，这事儿说白了真就只是艺人成长史吗？风口浪尖上的肖战这阵子可是自带连续剧节奏，一边是《藏海传》权谋斗法令，一边谍报上部封顶军装硬汉。肖战在屏幕上左一个贵公子，右一个地下党员，分分钟拿捏住各路观众的审美神经。说句玩笑话，肖战演的不是角色，是各路网友白日梦里的斜杠人生。可偏巧这造型一曝光，网上就炸了锅。帅到掉渣死盯男主镜头，军装造型破防，弹幕里一大波姐姐妹妹跪倒在军绿色裤脚下。不过你要问，就肖战一马当先，帅炸全场，背后那点公司合约、分账变局，是不是以为流量艺人以后都能翻身做自己？瓜才刚端上桌，后面的戏还多着呢。肖战这波新剧加新歌加新自由身，可是把吃瓜群众喂了个7分饱不带撑。他这5年前录的《力量之光》原本是公益活动没后续，歌就打了水漂。谁成想几天前就跳出来不打招呼上线了。更玄学的是，首发还是和王贤合唱，公司一句宣传都没有。你说巧不巧？巧到跟他和哇唧唧哇的合约恰好10号就要到期的时点撞上了。不少网友立马就懂事了，这叫啥？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骚操作里藏着真逻辑啊！都说娱乐圈是个大江湖，肖战已经不止一次逆风翻盘。2015年出道 ，X9 少年团一个没红过的团，被公司7成抽成，粉丝心疼的直跺脚。2019年成立个人工作室，影视、商务分头包出去，一手捞起自由身。这中央空调式的操作，和东北小伙搓麻将一样精明，分账模式一转55开，早该如此。逗号，到今年合约一到，直接和前东家说拜拜。网友一边倒刷屏，终于不用被团体头衔拖累了。普通粉丝怎么看？肖战终于出圈成大佬。一位大学女生语气里都是打 call， 以前团队啥的根本没存在感，他自己努力才有今天。还有人感慨10年一绝流量梦，该清算的都清算了。至于那首《力量之光》，虽然是老歌翻新，粉圈却信誓旦旦这就是小飞侠的胜利之光。你品品，这剧情是不是都自带喜丧色彩？要说肖战这是一帆风顺，那还真不至于。看似与经纪公司的合约到期，整个人都恢复自由身，可实际上
隐形的藩篱一点都没少。娱乐圈这儿和东北早市卖苞米一样，热闹归热闹，暗地里却全是老油条套路。肖战现在是自由身，没了70%抽成的紧箍咒，但失去了公司一条龙服务，资源倾斜。今后能不能继续稳坐顶流宝座，还得两说。圈内多少前辈单飞变淡出，粉丝眼泪甩不过3里的，行业能选的新鲜韭菜一茬接一茬。就算肖战现在名利双收，人前风光无限，身后却少不了各种杂音。有人说莫不是玩套路割公司韭菜，也有理性粉丝泼冷水没公司遮风挡雨。资源再难啃怎么办？业内人士更是一针见血，一个人的自由也是最大的不安全感。女明星的高光时刻背后藏着的是资本博弈、成长阵痛，以及无数普通奋斗者焦虑中陪跑的影子。要是你以为肖战的自由身就是水到渠成的美好故事，那你可真是太天真。毕竟娱乐圈从来就不是童话世界，更像德州扑克拼运气拼心理，一不小心，台前风光，背后瞬间天翻地覆。等着瞧吧，粉圈还没咋地，黑粉反对声音早排队站好了。但别急着同情肖战，也别忙着站队，他的故事远不止离开公司这么简单，真正炸裂的反转在后头。肖战这10年路，活脱脱是娱乐工业大变革的导火。所选秀团体旧模式崩塌，经纪公司强权被打破，高抽成合同逐步瓦解。这样的分水岭，肖战只是跑得快，跑得狠。他从选秀小透明到逆风翻盘，从团队堆人头到如今单枪匹马，靠的是啥？不仅要有演员真本事，这一点没得黑，起码年年新作霸屏，还得会资源整合、舆论操作、粉丝经营、合同博弈，活生生就像东北人逮蛤蟆，自家该动的都得动，不能光等人喂饭。内娱这么多年，多少顶流红了又凉，名声和自由永远在天平两头拉扯。肖战能扛到今天，靠的是啥？简直像打麻将抓赖子的本事，哪怕抽成再多，演得暗中谋变，外头风平如刀，也得抓稳剧本。瞅着像是偶像剧，其实刀光剑影，满地都是伏笔。粉圈、经纪公司、媒体，甚至资本手眼通天，一环扣一环。肖战能脱颖而出，也是在洞穿游戏规则后的主动出击。还有更玄学的，肖战和挖机机挖彻底分手后，终结 X9 少年团人设，正好和那首5年老歌的猝不及防上线遥相呼应。你以为是旧爱新欢，其实早埋下伏笔，等的就是这天。艺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粉丝乐开花，经纪公司再怎么闷声也得认。人走茶凉是常态，但肖战留给行业的冲击波恐怕会影响很久。可事儿还远没完，别光看到肖战风光一时，背后各种新麻烦早就埋下伏线。大家都想象成自由身万事顺，但实际上新难题层出不穷。和经纪公司彻底分家后，肖战的资源统筹、影视剧本、商务合作都得靠自己工作室协商磨合。经验瓶颈、团队短板，这些不是说摆脱就摆脱的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娱乐行业变数奇大，流量明星快速更迭，眼下顶流转瞬即逝，小鲜肉批量换代，刚成自由人就面对新的市场和舆论考验。公司不再罩你，资源很容易被其他头部艺人甚至新生代抢走。就连肖战本尊都得捏一把汗，这接下来怎么打？绝不能躺赢。还有分歧越来越深的粉丝追捧自由，但其实很多原本依赖公司运营的艺人，单飞后反而节目邀约减少，广告代言缩水。你说肖战新路线到底能走多远？真如粉圈预期无限风光，还是走着走着风停了雨来了，不再有光的神话？
两种声音在网络上激烈交锋，结果还真说不准。娱乐圈表面光鲜亮丽，骨子里拼的都是实力和关系。肖战能否稳住如今局面，真不是粉丝一句“我相信哥哥”能决定的，还得靠他自己下盘功夫。甚至未来会不会自立门户，反哺新人，形成真正的明星中台，都是未知数。老话说得好，人前风光，背后无人知心。肖战的自由身看起来漂亮，实际上步步惊心。要说他这事儿完全靠本事，那夸的水平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他走到今天，是个硬核娱乐老江湖，但行业冷暖自己品，公司和个人都是一场博弈。别以为每个流量偶像都能趟出一条星光大道，更别觉得约满就主子归位，说不定前脚自由了，后脚就要自己给自己找市场，谈剧本，莫商单，压力山大才是真正的常态。粉丝该高兴高兴，别真以为独立自由是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。踩着时代浪花的可别被大浪给拍到沙滩上。还记得那句东北顺口溜吗？裤衩还没提上，就开始研究冠军奖杯了。肖战的事儿，咱们且看且聊，别吹也别黑，留一手，看他后招还有啥。你们觉得肖战这次彻底和挖机机挖说拜拜，是自由升级，再造顶流，还是新麻烦的开始？粉丝沸腾，业内观望，是该为偶像自由鼓掌，还是单飞难红才是常态？讨论区打起来，你站哪队？